观众朋友，大家欢迎来到圆桌骑士，我是子定，我是扶摇，我是大宇。今天请大宇和扶摇来，主要是想继续和大家聊这个于梦龙的话题。那上一期节目我们被骂的比较惨，所以今天特意请到两位专家，想先问一下大宇，就是说于梦龙这个案子，因为我有看你最近节目，就是说最近有什么更新的进展吗？因为我们知道于梦龙不幸已经去世大概50多天了。现在大家呢都努力的挖掘啊，主要是那个要跟进于梦龙他发生这个死亡案的真相嘛。当局掩盖的比较严重。那最新的进展呢，就是我前一天节目我发现，在海外的 Threads 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梦龙这个案子呢，很多的消息在 Threads 上面更新，不是在 X 上面。对 X 反而这个你找不到特别新的消息。大家呢在上面的 Threads 上面更容易形成串联，因为它每个帖子它就是那种一串有回复的，一打开就一串，能看到回复，看到更新。然后在那里边呢，就在我做节目前不久，大概呢他才发不到1个小时，谁发的消息呢？他自称是于朦胧家庭的朋友，他还发了2张照片，是他自己跟于朦胧家庭的合影，但是他把自己的头像呢弄模糊了。他说呢是于朦胧家庭的朋友，然后他说呢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一定要发声。那他就讲了一些他知道的事儿，但是其实呢，我对这个人身份目前我还不敢确定哈，因为他讲的事儿多数都是外界已经知道的。但是他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于朦胧坠楼之后，不是说有人下楼把他的脸给盖住了吗？拿衣服。他说那个人是焦麦琪去的。焦麦琪是于朦胧的所谓朋友啊，后来呢也是被认为是17个凶手之一。那他下楼盖这个东西之前，大家是不知道是谁盖的衣服，然后他说是这个焦麦琪去的。但只有这一点，别的呢他其实也没说出太多的实质内容，只不过他拿出2张照片。这张照片确实是先前大家外界没见到过的，应该是他独家拥有的，然后呢就能证明是他的这个确实是于朦胧家庭朋友。可是呢，问题在于说，如果真的是他家庭朋友出来爆料，我想但我不是怀疑他的身份我只是觉得还是面对互联网嘛，有些事儿还是要谨慎，特别是我做新闻的，长期以来养成这个谨慎的习惯，所以我会看到一个消息，我不会特别马上的就轻心的去相信。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我会觉得你如果真的是于朦胧家庭朋友，你为什么不第一次爆料这么难翻墙你就和盘托出把你知道的东西你应该跟大家多说一说嘛。但是他是只抛出了一点，哪一点呢？自身的危险是不是？但他说的东西已经很敏感了呀，他已经说出那些，就他为什么不多说一些呢？而且他说的是有一点卖关子，他说以后慢慢的，我就说他会把更多的跟大家说。这样吗？对，就是有点，这有点像是在吸粉的感觉。对，有点，但是他又没有什么，你说他吸粉吧，他又不是什么明星，又不是什么，他也甚至连头像都没有。就是说就很奇怪。如果我真的是他的朋友，或我真的关心他的话，我不是会以这样的语气去说，我的目的是还于梦龙一个清白，我的目的是要让真相对我直接就昭告天下说出来嘛，对吧？对但他卖了很多关子，就感觉有点不太正常。如果以大陆的朋友的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我真的现在很怀疑大陆有多少人真的了解这个事情。挺多人追。真的吗？大陆很多人追，对。但是因为在大陆的这些所有的信息都是屏蔽掉这些内容的，就他们得翻墙。不在大陆不完全屏蔽，在 B 站上很有意思对，B 站是有一些，小红书打压特别惨，现在小红书被骂惨了，微博也甚至就是也有很多人不是跟那鱼相关的那些东西都封锁很严重，但是在 B 站上。是这个自由度相对大一点。我之前有在疑问，就是说 B 站上那些博主，他是不是身在海外？应该是有国内的，就是在国内呢，于朦胧这个事儿并不像像法轮功在中共眼里那么敏感，就你一提法轮功3个字，你一沾边他就是紧张的不行于朦胧案没到那个程度，他只不过是保护掩盖他涉案的那个。小圈子，你除此之外你怎么讨论？他好像不会说马上把你怎么样我就是像讨论法轮功，马上可能给你判刑。对，我就是想说，如果他是在大陆的人，他身边的人对于这个事件不了解，他可能觉得他已经说了很多了。会这样，但是我是觉得，你像他是翻墙出来的，他翻墙本身这个行为还开了账号，他已经没有顾虑了。
他为什么不就多讲一讲呢？他多讲一讲，并不会他把自己掌握的东西说出来，他本来出来就他讲的就忍无可忍，要暴露真相的，对吧？他就应该这么做。当然，我这么说啊，可能有的网友可能也会觉得，不太适应，因为他们是比较单纯的，会希望先。我也自己也报道了，其实我昨天节目里也是按知情人报道的，比如说他是知情人，自称知情人，他讲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个善良的期待啊，希望真是真的，真的是，也许是他的希望先给大家开个头，然后稍后呢再来说哈。但是里边他在回复网友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些细节，比如说别人问他于朦胧的妈妈和表哥还在不在，他说他们都还在，安全无虞，而且说大家对于朦胧的这种真相的追寻，这种坚持，他说呢，这个他们家属都知道，就是给了他们很多的能量啊、力量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蛮宝贵的哈。但是你要说到他妈妈和表哥都在，但是呢，这两个人始终都没再出来。表哥我记得就发过一次公开的这种回应哈，对官方的质疑，后来就没再发生了。他妈妈压根儿就是没出来。没让他出来讲过话，所以这都是很反常的。为什么于朦胧这个案子让大家如此的这种担心啊、好奇啊，或者说是这个想知道背后发生什么，就是因为这种掩盖，你会激发人们的这种挖掘真相的冲动。而且你这个事儿特别邪门嘛，你这整个发生过程很离谱嘛。现在我们能比较确定的对于于朦胧案的哈，就是说，因为现在网上消息非常混杂，有些博主呢也是这个，特别是 X 上面有一些人。随便发一个图片，随便发一个东西，然后就说这是什么于朦胧的，但其实你没办法核实。对，而那些东西很多就是就是珠穆混杂，对，特别是 X 上面的，对，很多就是珠穆混杂的，但很多你没法核实，他说这于朦胧的，但你又，所以为了就是以正视听哈，我们能看到一些就是脉络。那么我现在掌握到的确信的。一定是跟于朦胧案相关的，而且是就是说有可信价值的，有这么一些事儿哈。第一个，于朦胧他呢在8月29号之后，这个人确实就没有公开行程了，就比较符合所说的，他可能29号之后就被控制起来了，而且他是长期被控制，这个也是符合的，而且娱乐圈里边他就是这样，大家知道电诈园吧？这个缅甸的电诈园，其实天娱那个经纪公司啊，咱不说所有经纪公司，咱说天娱那个国字号的经纪公司，它就类似于电诈园。你艺人就是给他卖命的牛马，他很多艺人都没有休息的时间，你跟他签的合同里边规定了很多死的，甚至有就陪酒的合同的要求，你要是不陪酒，甚至都涉嫌违约，有很多这样的霸王条款呀，很多这样的黑暗的东西啊。都在天娱的那个跟艺人签的合同里，所以艺人呢在那天娱那里边受控制啊，包括个别可能其他一些个别的经纪公司也有这情况。这个你像赵露思，他也揭露过自己的，对，也有这情况，对，给艺人的压力跟电诈园差不多，你必须完成业绩，完不成业绩你就这个给你多大压力，而且还是国企这么做。对，所以于朦胧之前长期受控制，我觉得这个毫无疑问啊，而且他可能还有他的特殊性。因为所谓的献祭这一说啊，这又是一个大话题了。因为于朦胧案它受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跟中共很多邪恶的东西，甚至我们未知之前没有 touch 到的，比如说这个祭祀的这个，甚至都有这方面的信息哈。所以这个我们慢慢讲哈，这一期节目都讲不完，我们是做了2个月的节目在讲这个，对，因为这个话题很大，挺大，涉及很多。然后它是这个长期受控制，一直到这个他出事儿那天。他都是被控制之中，然后这是一点哈，这是真实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天呢，他被倒挂在窗口，这是有影片的，而且有叫喊声，那个是造假不了的。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真的啊，在我判断来这是真的。还有就是一开始啊，于朦胧案刚开始是有知情人出来爆料的，你像那个17个人名单，什么辛奇啊、吉光光啊，怎么那么准？你说谁知道啊？你外界观众你怎么挖你挖不到的，什么程青松什么田海荣，谁曝光出来的？这一定有人是往外抖的料的。这在9月21号，中共公安公开发了这个辟谣的声明，公开发了这个结案的通告，说于朦胧是酒醉坠楼，那是一个分界线。在那个之前，
传出了很多消息，那些都是可信度极高的，包括他表哥的回应，这都可信度极高的。在那个21号的声明之后就没有了，之后的更多是大家在网络上挖出来的啊。然后所以21号之前的各路的消息，非常有参考价值啊，就是可以说17个人的参与的会议聚会，然后于朦胧是2次被抛下楼，啊，这都是有我推测都是知情人爆料。后期在9月21号之后的更多的爆料都是依据前期的这些消息发展出来的。那就是说这些事情你会觉得，这个案子真的是有的可挖，绝对是不寻常的。那在21号之后有3件事是比较，至少3件事是比较这个有价值的啊，跟这个前期的爆料还有点不一样。一个呢就是9月23号，我先不说9月23号，先说10月5号前后，海外的这个马仙他是这个命理学的。之前他刚在海外开号，就有一些人关注哈，但是后来不像这次真的是他讲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也很这个恐怖的内幕，就是说呢，他找出了古书上关于一些祭祀邪术的介绍。这个祭祀的邪术就是用活人去给另外一个人去延续寿命。大概呢，就是类似于利用这个人的能量或者利用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去这个供奉一些满足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的需求然后达成什么目的这个我就不懂了就反正就是他最终目的是通过一个活人给另外一个活人延续那个活人呢会被弄死过程也是极其残忍的。那么马仙呢，他发那个视频里边讲的很多于朦胧受害的细节，跟9月21号知情人曝光出来的于朦胧的他遭遇的细节高度的相似，包括他的这个遇害前后的环境的因素都很像。因为你要搞祭祀的话，你要有血月，按照这邪术的说要血月。9月9号，对，9月8号的9月9号凌晨也是对，然后必须在血月期间，那就是说。那个于朦胧遇害刚好就是血月那个时候，然后呢，因为他是那几天都在受折磨，不只是这个死的那一刻，他死之前是一直在受折磨。然后呢，在祭祀这个仪式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些，如果说你这个献祭的过程有什么问题，那可能会遭到一些反噬，就是祭祀可能类似于像失败或者就我的理解了那你稍后呢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会有这个冰雹大风会有异象。但是你看于朦胧案子之后确实发生异象9月10号前后应该是按照现在说法11号凌晨对，然后呢这个也有说法是9月9号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那个期间那这在于朦胧死之后9月中旬，北京发生2件怪事，一个呢就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冰雹袭击北京，对，还有个是北京的潭柘寺千年古树断了，这是非常不好的征兆这对于政权来讲都是很有影响的那后来又有别的事儿，再包括他这个祭祀的时候呢，这个人身上要搜集一些东西作为这个祭品，包括指甲，就是人身上的一些东西，包括这个要有同心圆结构的。东西以前叫同心圆的宝，什么同心圆像树的年轮似的，一圈一圈的，它要有这个宝石也行。那后来说不是宝石，是贵重物品也行。那他去哪儿找但是于朦胧坠的时候，他就有劳力士手表有2块，都是那个手表就同心圆结构，说这也符合，对吧？然后呢，后来程青松发那个好吃，那也可疑性很大。程青松和田海蓉本身就是嫌疑特别大的，就是因为后来他2个人在网上开撕嘛，那个不是偶然的，那个就是他非常紧张，高度紧张，开始，他们本身就是这个知道有知情人在抖他们料，他们为了自保，那这事儿肯定非常幕后的激烈的这种对抗。那么程青松跟田海蓉他们这种互撕就能看出他们这种紧张程青松是一定是涉案的。那么在我看来，这是我的判断那么他呢就发出好吃。但是好吃的话，按照这个邪术里边的这个按照马仙的介绍，他就是把人害了之后，
要开脑，上开脑，下开骨道，就你下面你这个你要打开，然后甚至要这个脑袋你要跟，然后呢魂魄啊，人的魂好像从上出，魄是从下出。OK， 然后从下出要有人领魄，领魄呢就是分成顺序的喊，要好吃是第一个，然后后面要好穿。那为什么这样我不懂，但是我看到后来呢，有懂的网友介绍说，这么喊呢是为了玷污你的这个魂魄，魄玷污你，使你不能离开，走不了。然后呢，就是说，因为你好吃好穿好淫呐、好一切杂事啊，这都是人的原罪，都是人的罪过。你好这些东西，其实就显得你好像很不好，所以你这些魂魄好像就是离不开，就等于是给你拘在那儿。就是这个一个比较懂的网友说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意思哈，所以不能当做一个很权威的参考哈。那总之你要喊说我是什么什么，因为魄它是有这个名字的，人的七魄每个魄有个名字，先喊那魄的名字，我是什么什么，然后呢我啊，然后好什么好什么，就都这么喊下来，一个人领一个，要7个人去领。然后整个仪式下来，按照马仙的解释呢，确实需要17个人，啊，这个就是很邪门，你知道吗？就他的整个的于朦胧的经历，他跟这个马仙介绍的是他符合的。然后呢，在马仙之后，又有一个事儿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后来才被挖出来的，就9月23号，英国灵媒泰威廉姆他的节目被发现，这个，然后我在节目里马上就报道了。泰威廉姆呢，他以前没有关注过中国娱乐圈，他是一个英国，当时他订阅才2000人，对，而且他有人说他是美国的啊，是吗？哦，他也不说中文，他不说中文，他都不知道那是谁，他那个于朦胧的音都是就是音译，他的音译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叫于朦胧，是吧？对对，反正他是讲了很多，他一个从来没接触过中国娱乐圈，从来没关注过的，然后粉丝又很少，看起来又不是做流量的，他突然讲了一期于朦胧，讲了1个多小时，然后说于朦胧跟他讲了什么，说了什么，很多跟于朦胧案这个细节是他梦到还是他通灵看到？通灵。他当时他说于朦胧，他那天想休息，他本来那天想放松的，喝点咖啡，收拾屋子。然后结果他感觉有一个灵一直围着他，然后他觉得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灵需要让他就是他帮这个灵做点什么，然后他感觉哎这灵好像不是这意思，然后他说哦原来这个灵想让我跟大家说点什么话，是这就开始开直播。他说于朦胧就在他旁边，于朦胧就通过他像是一个转接器 adapter 的感觉，就他是一个媒体，他用人的语言把它说出来了，就是于朦胧说的话在另外空间嘛，人听不到，所以他就是这样帮大家转述，讲了很多跟他案子相关的事儿。然后这是2个有价值的事件嘛，其实有4个，要说类似的可能还有一个204档案，对，那个也相当震撼了，对，那个也是他说跟于朦胧对话，有一些细节，那个基本上全都听到了，大家都听得到，是那个一模一样，很神奇。对，所以你这个于朦胧案子引起了这个阴阳2界共同破案啊，这个就是很神奇。哎，我跟你说，灵媒破案在很多的就是案件当中，在美国的案件当中，其实发挥很大的作用。就是当警察没有头绪的时候，就是靠这种找一些这种通灵人士，然后看一看，就是说要么是姚氏，要么是这种苏明通，就说哦，你去哪儿去看看，然后就找到一些线索。据说这个 CIA 他们都有这方面研究 ，CIA 有这种就是姚氏的这种专家，就是台湾也有这种。就是类似托梦破案的例子都有，就很神奇。对，前2年有个英剧，就是对吧？警察找通灵人，对。在中国大陆这些东西，他肯定不会给你正面宣扬，他会给你最后找个砖头家啊专家去给你解释，哦，这什么什么是这个偶然的，其实不是，它这个真的是普遍存在。那第4个，在9月21号之后有价值的事件就是。于朦胧生前也有个所谓的好友叫吴瑶涛，他呢也是在这个天津的一个什么娱乐公司里面，深蓝公司是吧？反正他也是一个艺人，年轻艺人。他呢发霉橘子啊，对对对，类似这个名字，对。然后呢，他是9月份就在于朦胧遇害前，去了一趟798艺术馆。然后他在798艺术馆呢，他在这高德地图嘛，像谷歌地图，他会分享图片嘛，对吧？每个地点有图片。对。他在高德地图的那个798艺术馆的图片里边分享出了一个私人展览，是不对外公开的。那个私人展览异常的血腥，
这一个人呐，他这个整个身子都烂掉了，然后呢四肢也是分开的，然后肠子出来了。这说的有点血腥啊，这个大家不想这个可以先这个把声音 mute 一下哈。单位说完了，反正就是说很血腥。然后后来呢，这个图片就被人注意到了，然后大家去挖，就发现这个人他的就是这个模型恐怖模型，他的整个的状态跟传说中的乔任梁遇害的这个情形十分相似，而且有的人还把乔任梁的头像跟那个受害者就是这个造型的那个头像啊，那已经是烂掉的样子啊，去对比发现轮廓很像。那个是烂掉的还是模型？他人肯定是烂掉，但是他肯定是做成了可以长期保存的，类似于比如说塑化呀什么，他就给模型化了，相当于标本类。但是这样，但是你要说他不是，他也可能是做的真的是一个假人，但是异常血腥。那这个和于朦胧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呢，于朦胧在遇害前，他是9月6号到9月12号在798艺术馆里边的798 Cube， 它有一个这个展区，有自己的摄影展。那摄影展的名字叫未完成的边界，他是这个特别爱好摄影的，所以那里有很多他的展品。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日程安排，而且于朦胧的公开安排呢，最终就截止于798艺术馆，因为按照798的公告，于朦胧就是9月中旬会在那儿9月上旬的中间，就是9月6号会在那儿开办个人的展览。这是于朦胧生前最后一次有公开信息提到他的行程，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合理的就是说确定于朦胧啊，他生前至少呢要就是说按照这公告哈，如果他按照公告走的话，他要去798。那他的失踪呢，或许跟这有关，而且这个同时呢，这个失踪现场798艺术区又出现了一个私人展览，这个私人展览又跟这个乔任梁的案子很贴近。那乔任梁呢，就是惨死，很这个也是艺人哈。那自然而然的，大家你看，你就会联想到，那于朦胧会不会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而且798的里边很多展览呢，它都很邪门的，它有一种展览是动物跟人的结合，是这个猫科动物，但是手换成人的手。也有一个豺，有的人说那鹿，那不是鹿，那是豺狼的豺。那个豺那个眼睛啊，看着不像动物的眼睛，像人的眼睛。所以这个艺术馆它把人兽给混杂了，它那个展览，而且很多艺术呢，它是有这种，当然对，我就先形容这个哈，很多艺术的不是同一个展览，不同的展览都有同样的特点，就是用红线把很多东西连在一起。在798附近的一个叫红砖艺术馆，它呢就是展览过一个日本艺术家叫盐田千春的，他的一个展览，就是一堆鞋子啊，那鞋子都是用过的，一看就是旧的啊，然后呢用红线连到一起，最后那红线都汇聚到一处，然后呢就感觉那个红线就好像是吸食人能量的血管。就是给人你不懂玄学的，你看着就是那个意思，对吧？就好像这个像血管一样，在很不好，非常邪门。我觉得去看展览的都不好，对这些东西，对。所以你798有这么多变态的东西在里边，于朦胧又在那儿，而且他的经历呢又跟献祭这个说法有关，就所有的这一切给人们了解中共打开了另一扇窗。你会觉得哇，我以前了解中共都是从实证科学角度，哪怕你这个器官犯罪，你都是用这个目前的可以解释的。但你现在的这个献祭，包括用这种某种艺术摆这种，因为有的人怀疑它是摆一种献祭的祭坛呐，类似这样的东西，这完全打开了另一扇窗。就你的邪门程度已经变成厉鬼了啊！你已经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政权，一个会做的事儿了。对，所以呢，就是邪恶上升新的高度，所以又引起大家更多的去挖掘。而这个东西呢，却起自这个吴瑶涛他分享的那个图片，然后呢，798的一系列的这种诡异的展览，包括于朦胧生前最后的公开行程，确实是止于798。所以对这些的怀疑呢，大家也就是又展开了一顿讨论。所以这刚才提到的就是9月21号之后有价值的这些消息呢，就是这4点，涉及玄学的，也涉及这个比较邪门的艺术展览，也包括它这个祭祀行为。等于说到了10月份之后，
就是于朦胧的案子的讨论完全进入了另外一个维度，打开了，所以由此引发一个什么呢？就退党潮。对。很多中国人就是你看的退党就是网站的数据，在10月份之后出了一个高峰，因为大家完全想不到中共会邪恶到如此地步，而且呢，很多人可能不相信鬼神，对，但通过这个事儿，哇，这真的是很，所以这也证明其实大陆人还是很多人在关注的。是的，真的很多人关注，很多人这个。看我们节目的到现在都是很多人翻墙在看，国内一旦有什么公安的直播呀，或者他们开一个什么帖子啊，下面一堆就是立案找于朦胧对什么的，然后那些明星就彻底毁掉了。那些明星现在什么就是有的人在搞这个公关的这个危机哈。我今天范世琦听说还最近做了直播，我不知道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最近做的，最近是真的做的。有很多人在问他这个是怎么还开直播。我觉得他装的太那个。因为很多的这个知情人呐、或者爆料啊，都指向他。他的那个弹幕上全是哇，你还开直播？他自己肯定看到了，他根本提都不提。但是若无其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如果作为犯罪，如果他真的作为犯罪嫌疑人来说，他是一种伎俩，就想这个瞒天过海，就想把这个事儿主动的让他这个冷掉，连那个。赵露思的新剧就《许我耀眼》嘛，那里边他的戏份都大量的被砍掉，范世琦。而我发现这《许我耀眼》在海外的宣传，已经不宣传这个范世琦在里边扮演的角色了，因为他怕影响这个句子。所以这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包括这个芒果的股价狂跌，对吧？因为这芒果它也是天娱是相关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都说明国内的关注度是巨大的。只不过呢，这当局压着这个热度。刚才大宇说那个关于那个红线牵着那些鞋子，那些鞋子也都很奇怪，因为很多像以前刚才没有提到一个，还有一个秋风那个小和尚，对，那个少林和尚，他据说那个鞋里有他的鞋，然后大家网友发现有乔任梁的鞋，有于朦胧的鞋。就是他们都有在照片里穿过类似的鞋子，所以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就把他们联想到一起，就觉得这个是不偶然的。对，乔任梁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没有什么结论，没有，就跟于朦胧案一样，对，官方不了了之，给你一个正面结论，对，永远是传说，你永远得不到真相。反正你的，因为没有官方的这种正式的调查背书嘛，那这就变成阴谋论。据说乔任梁案也是这种非常惨。是，还有其实乔任梁之前。他们之前还有一个明星异常的奇怪，叫尚于伯，你知道吗？尚于伯他是一个80后，然后呢也是当时一个炙手可热的男星，一线的，大家去查，他长相非常阳光，我觉得他有些照片有点像猫王，他就是很阳光。但如果我好像在网上有看大家传尚于伯如果到现在他还活跃的话，他现在依然是一线，他当时很受欢迎。然后呢，他怎么死的呢？也是在北京某高档小区的天台，徘徊3个小时，最后跳楼。官方说法就是他抑郁症，但是他生前所有人都说这个人特别乐观。乔任梁也是说他是抑郁，然后这个人怎么可能抑郁呢？对，那这个人他给别人带来欢乐，他特别阳光，而且他有各种自己的计划，很热爱生活。他怎么突然间就跳？而且跳楼之前在天台。只走来走去，他说踱步走了3个小时，怎么可能啊？对吧？而这个就是说，尚于伯也有可能是涉及某些事儿啊，被他们在折磨，然后给扔下来的，这很有可能。所以这种事儿，而且你说娱乐圈有很多人有些话不明说的，他们或者吃了一些苦头啊，不明说的，或者他们做一些活动也很难比释的。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易烊千玺。他就被挖出最近2年的这个演唱会啊，他很诡异。比如说有场演唱会呢，他在舞台旁边摆了一个祭坛，然后呢带着一个泥人，真的是五官很抽象的泥人捏出来的，然后那泥人可以通过人手去调动，他可以动脑袋，可以转。就是那个泥人是有人在里面，没有，它就是一个石偶，然后去就像牵线木偶的那种感觉。对啊。而且整个主题的色调是红色的，然后易烊千玺在这个现场跟这个石人还泥人的互动，对，然后现场观众他要求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一人带一包土，就是很奇怪，当地的要自己家乡的纯净的干净的土，对，土是可以携带很多的信息的，对，
你的能量等等。所以你感觉现在看中国的娱乐圈或者这些明星，你已经不是看明星了，是不是？像巫师啊，像这种感觉了，你知道吗？这些其实我都怀疑，这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说他的那个经纪公司，还是说这个很普遍了？我觉得肯定是背后有个什么东西，绝对不是他自己的想法。对，你说那个乔任梁跟于朦胧为什么会说到献祭？还有个，因为就是说他们那个生日，乔任梁的生日是和习近平他爸爸的生日是同一天，对，然后习近平是和于朦胧的生日是在同一天。习近平和于朦胧生日同一天，6月15号。我其实对这个献祭说一直有一个疑问，也是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如果去推敲，我考虑事情，我往往会说，我如果站在那个角度，我会怎么去做？就是说，如果是献祭的话，它是延长某个人的生命，那他可能指向某个大人物。我们说，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或者其他的人物也好，他们手中权力是很大的。就是说我如果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去找17个演艺圈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如果是这个事情的话，就我会找军队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我可以找军队的人把他押走，我找军队的人去秘密把他，就像当年火灾似的。其实火灾很多时候它是军队的意愿，或者是军队去执行，因为他军队他的这个控制力更强，保密更强一点。所以这是我就是说17个演艺圈的人又是怎么和高层有联系？高层怎么会去把这么一个可能有争议或者事情去交给这17个演艺人？我给你3点啊。第一点，马先他有讲过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找艺人？为什么艺人成了这个里边的一个突出的群体？因为艺人呢，按照他们的观点呢，就是阴阳同体，男显女相，女显男相。他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而且他自己是自带影响力的嘛，带影响力，他带那个运势，对，他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会找明星艺人，他有这个气场来帮他来做这个祭祀的祭品。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推荐你看这个204档案的于朦胧3.0的直播，他就是跟这个于朦胧的灵对话哈。204档案是一个频道还是？是个频道，是个频道，是个档案，是个频道，对。然后呢，他第3.0里边他讲到了一点，就是于朦胧就是他问于朦胧谁最想让你死，于朦胧说帽子叔叔，很有意思，因为在那个现场，就是说有帽子叔叔在中国是指代警察的，都跟警察叫帽子叔叔，所以在现场是有警察在场的。第3点呢，也是我看到的一个爆料哈，就是说，确实是有这个警察在，而且同时也是我得到的爆料，就是北京的娱乐圈，他的老大是奚远平。这个是真的，这个是这位朋友给我爆料的，我认识，而且呢，他呢，在北京娱乐圈是有关系的，北京娱乐圈里边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幕后老板是奚远平，这是真的所以呢，习近平的弟弟控制娱乐圈，你想想，那发生这些事儿跟他能没关系吗？蔡威廉前天好像是刚做了一个这个节目，是吧？就是提到，就是说，对啊，他不再做于朦胧，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转述了。为什么？是因为中共那边的特工，还有一些就是说海外的监视人员在看他的节目，他这边说什么，中国那边就拆什么。就是你说这边他全都给你证据给毁灭了。然后他有提到，就是之前于朦胧跟他讲过，就是这些人他以为自己是皇帝，他就是涉及到了皇帝圈里的人。然后这些人都是靠着他们的，因为他们背后就是皇帝圈，所以他们不怕。对，这个娱乐圈里边有一个团伙，这个团伙呢就是专门干这个事儿，他有一个，所以有些艺人的出事儿可能都跟这里面有些人是有重叠的。你像刚才说那个气运那个问题，其实好像我记得他们说，就是不让他火到太火，影响力太大，就你不能大红大紫，但是你要带着气运。你又不能是完全没有什么任何气运的那种，所以他是天娱公司嘛，他其实想让你火，他就有各种办法让你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让他火到那种就是说最一线的那种情况。对。而且这种祭品呢，活人祭品要早早就找到，然后呢要养尸，就他们叫养尸。养尸的过程就是提前把你就是用各种方式，他会告诉你，他找一个什么，好像是什么邪门的一个什么
人物哈，给你施法术做法，说让你火，他是这么说的，但其实呢是跟他们另外的目的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他本人有可能是被骗的。对，是一定是被骗的，他并不是说真的不可能告诉你说我要让你养尸，或者是我要养你做事。对，他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好可怕，这比潜规则还要更更邪。有的不知道，有他以为真的是，他只不过就是觉得这事儿很诡异。像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拍什么电视剧什么开机仪式，都是那种要烧香啊，找人来来拜什么东西啊，都是这样的。你说中共是无神论，他不拜神，他拜鬼，而且都普及到这个娱乐圈了，他都拜鬼。他开机仪式什么的都拜啊拜啊，但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拜神的哈。但我普遍知道的很多艺人是拜鬼的，那这个就很邪门，你知道吗？这个中共这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儿为什么引起这么大关注？就因为他给人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他不知道原先不相信的事儿。你说这个事儿发生了，还有什么事儿中共做不出来的呢？对吧？而且刚才我跟大家列举了这些证据，就是说他确实是这个有理有据的，值得怀疑。我们讲值得怀疑，确实如此。是我这个还是不是很信，我就觉得这再不信就该打了，再不信就该打。就是可能我这个就逻辑，就是我可能要看到更多的证据，就是说我还是想不通。你想眼见为实是吗？您对哪个不完全是眼见为实，不相信？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当然我相信这背后肯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甚至涉及到一些高层。我不相信的是这个献祭这个说法，因为献祭这个说法可能就是我第一感觉就可能比较冲击我现有的观点。第二点，我觉得了解太少了这方面，可能是了解太少。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处在高层，我去做这个事情，我不会用这个。如果是为了献祭的话，我不会用这种方法去做。我可能会未必是他本人要做，是他下面的人为了讨好他给他做。OK， 什么样的花样都可以做出来，这样你才看到如此特别的仪式。我跟你说，刚才你说完了，说完了。我给你举2个例子，一个是呢我自己知道的，在大连有一个小地方，它是个旅游区，但是我当年去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彻底开发没有，当时没彻底开发，只刚被发现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滩，那沙子细到你就是踩上去特别舒服。那个附近呢新建了一个狐仙庙。狐仙狐狸啊！哦，我以为你说湖海那个狐狸啊。然后呢，那个狐仙庙呢，当地人说好像是怎么那当然都不好了哈。有一个黑龙江的公安局长千里迢迢的到这个小地方，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到这儿拜这个狐仙儿。他们那个层面的人都信这个，他们不仅去拜，还会请一些牌儿啊。请一些什么到家里保自己的官运，甚至去做一些害人的事情。这事情是中共官场里特别流行的，就是说他不一定都是拜这个东西哈，他可能拜别的，但这种邪门的东西，中共官场里他很信这个。我再跟你讲一个，我有听说过，就是说很多不管做生意也好，官场，其实他们很信这些，就是找一些所谓这个大仙也好，或者风水也好，打生桩什么的，是吧？对，是有这个事情。我再给你讲个颠覆你观点的事情，这个我可能在节目里还没怎么说过呢，就是说它跟献祭没关系，但是我给你打开一扇窗，叫你知道中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因为你看到的以为它是政府，其实它是一个邪教和黑社会啊。那么你知道中共的官员他们之间讲究忠诚是吧？讲究派系，这派系是怎么讲究？只是我提拔了你，然后你要对我忠诚，就仅此而已吗？往往呢，它内部呢，就我看到的这个爆料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只在高层某个部分，或者说是普遍的哈，我觉得是普遍的，就是说，特别是中央那个层面的。你要效忠这个人，你当了官给你提拔之后，你要给这个人下跪 ，physical 的，你要下跪，你要跪下来，然后呢，你这样肉体上的屈服，然后呢，会代表你对这个人是真的，就是因为你这是它是一种侮辱，它也是一种对你的这种意志力的打击，对，不管是不是奴隶，你要给你的这个上级下跪，跪了之后。这是你的忠诚的表现，所以跪了这个词儿不是白来的，当然不是白来的了。所以
它在中共里边存在这个现象。我怎么听起来感觉比清朝还清朝？官场现行记，对呀，所谓的封建是不是？所以说你说中共派系里边，你以为那么简单吗？哦，只是我提拔了你，以后咱俩就一伙的，没有那么简单。它有各种各样的，要结成一个派系，你要表达忠诚的，甚至不排除有投名状。这些东西都是的。我之前听一个人跟我分享，就是他是去一个，反正就是一个药厂的老板，就中国做的非常大的那种药厂老板，就是他们家都是在那种酒店里头去，就是当自己的房子那种，可能是长期租住吧，也不知道还是怎么着。然后就去了之后呢，里头有一个屋，很豪华的一整个屋，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各种像，然后都是什么西藏的藏密啊，什么就是各种，反正就是各种门派，什么都拜，然后就是各种香，就是他们真的是非常信这些，保自己的生意。是，再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浙江发生一个真实的案例，是2000年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这个案例呢被怀疑是这个也是民间一个邪术，叫八草祭，这是真的。八草祭，为什么呢？有8个男孩子同一时间死亡，一个男孩子呢是在一个高处上吊，另外几个男孩子呢是在很浅的水里边，离世的。你到离世的时候已经在那儿了，对吧？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且8个男孩子年龄是一样的，同一时间死亡，这就绝对是非正常的，而且他们死亡极其有仪式性。后来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民间流传那个邪术八草祭是很像的，而且这个东西被中共拿去拍成了电视剧。他祭什么呢？他祭什么呢？是谁？是给那个官员去盐运呢。然后这个后来呢被拍成电视剧，电视剧里情节什么呢？同样是八草祭，是他的一个儿子，官员的儿子，这官员本身不知道，官员的儿子为了他爹能够官运亨通，做了这个八草祭给他爹。所以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他当权者怎么可能会这么做哈？他不一定是自己做，他下面的人或者他的亲属，或者又为了讨好他的人，什么想法都有，什么招都有。特别在中共那样的一个不重视生命的地方，他就有可能有这个邪门的东西，他就为了让你的上司高兴，他就要做这个事儿来。他们都是要冲着150岁去的。是的，所以在他那个层面，他是什么？因为中共还讲着超限战哈，这个是在西方的正常社会的伦理道德，他是没办法接受的。但是中共呢，它超限战本身就包含了所有内容。大宇，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在第一次接触这些内容的时候，你有过怀疑，或者说觉得很超出你的认知，然后你会对他产生怀疑？其实拿他给习近平献祭，在9月中旬案发之后就有这说法，我是绝对排斥的。一开始我是根本就，我觉得这属于无稽之谈啊！你是看了马仙的之后才？我看了马仙的之后，我觉得这事儿真的是有极大的可信性。我是看了很多蔡威廉，然后204档案，还有一个叫絮语的，絮语那个是完全以于朦胧第一人称去讲他发生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细节，但是她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一个台湾的女士，她是一个通灵师，然后就讲她多次重复，就希望这个事情到她为止不要再发生了，因为太惨了。然后他也是说，这些人最终会是有这种反噬的，会有这种就是说惩罚的。最新的絮语的一期节目就是提到说，这些人他是提到有13-14个人，我当时还在想13-14个人是不是因为13-14个人是主犯，然后有一些是这种就是说被拉去的，或者说是这种陪着的。然后这些人主犯说，有的人甚至背了多少条人命，20条人命，有的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呢，他以于朦胧第一人称去说这些人还5世、10世、20世都还不完那个业债。对啊，所以子定啊，你看你这个，你对中共的迫害手段是有了解的，你对中共迫害手段如此了解，你对这样邪门的事儿，这么变态的事儿，你都有抗拒。对，你就说明中共的邪恶是远超想象的。对，冲击你的认知，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像你了解这么多事情，研究这么多事情，就是因为他就是冲着你，就是和你的既有的观点或者认知是对抗的，所以你一下子很难去接受这个事情。对，中国有个富商叫沈栋，
他有本书是《红色罗盘》，对，它里边就讲到了，说中国的官场里边，他对习近平就叫皇上。你要他不说的话，很多人也不知道。其实你都不知道，他这个黑社会里边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这样效忠的东西，你都想象不到。就正常的社会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说，我觉得，对中共的认知不止我们就是观众们要重新建立。就是好像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常的社会团体，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产物，不是人。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今天听了你们这么说，我的这个就对献祭这个事情，我可能从10%，现在可能到40%、50%。你知道毛泽东你是少有的顽固的，然后对，是挺顽固的。对，你是有意的在排斥。其实呢，这个事儿你需要有更多的证，你希望有更多证据来说服自己。对，一是证据，可能第二就是时间，可能需要有点接受。对，是。像毛泽东他们很相信一些数字啊，或这些道士给的一些秘方，这些你信吗？这个我信的，那你信这些，为什么不相信他会拿活人做这个事儿呢？他权力在那个位置太离谱了，就是你会觉得拿一个活人去做这个事情，而且采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法，很容易让别人发现的手法，我会觉得，我可能需要就是那一人养鬼，你相信吗？养鬼，一人养鬼，这个听过很多次。什么是养鬼？养鬼为了自己的名气，所谓的对，为了名气，为了出名，为了火啊。然后呢，经纪公司就告诉他你得这么做。鬼是什么东西？鬼，我知道是。你这个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鬼？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知道鬼是什么，但他是怎么养鬼，在现实对他就有一些邪门的方法啊，他就能够做这个事儿。但具体我不能讲，因为这个不合适讲。OK， 太夸张了。不是夸张，就是说你讲这干嘛呀？是吧？是。就说这个都是不好的东西。当然，你看有一些。你像马先他大概讲过这个怎么回事，你可以去看他的频道，他讲过怎么行事啊，包括他怎么施法术啊，都非常详细的。因为中国这白来的，我觉得糟糠糟粕东西一直都是有，对，是它一直传到现在，是因为有人一直在做。你看史书上、历史上也有一些皇帝或者有一些大臣，他也是会有这种历史都有献祭的。你想想，对，中共继承了很多封建的。这独裁的东西，当然你说中国历史上还不是这样，中国历史上是好皇帝特别多，人家是天命啊，对，人家是真正的皇帝，是讲究这个不是这种礼仪抢来的，讲究道德的，对，但中共完全不是，他搞了很多都是糟粕的东西。那你想历史上没有活人献祭吗？你相信历史上有暴君吗？有吧？对啊，那历史上有，那为什么中共不能做呢？是不是把中国想太好？存在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太少了？有可能就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我可能还需要看更多东西或者更多的证据。理工男，对，就现在的我的这个逻辑上可能接受不了。我觉得子丁可能代表了很多，也不是说很多，可能有一部分大陆的民众，尤其是没有接受过任何这种就是说跟信仰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人，他可能确实会以这种比如说眼见为实，或者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摆在眼前。对，像他这么较真儿的，我觉得也是20%，也有点少，对，比较少。对，讲到这个很多事儿，你看到了，你会觉得他自然而然，他肯定会这么做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子丁还可以再看看于朦胧的案子，再多看一些 Threads 上边大家发的这些帖子。对，我看看那个，回去看一下那个英国人。泰威廉，对，听听他讲。马先那也看一看，对，马先和那个泰威廉204档案也可以看。对，他后期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很多这种通灵的吧，他如果有意的去做什么，他就不准了。他第一期你要看，好，就是那个9月23号的那期。第一期好像就有谈到说，有一些艺人被关在地下的或者说是笼子里这种封闭的空间，他什么都不知道，对于中国娱乐圈完全不知道，他就讲出这样的话来。然后那个时候呢，大陆正好爆出来很多跟启豪艺术馆、跟798相关的内容，完全吻合。是的，你说大家都完全不知道情况的，大家说的内容却是一致的，你说这个事情你要怎么解释？对，完事那个关于献祭的方法、过程。表现形式，对，你可以看一下马先的，他讲的很具体，就是他是很现实的。但是这个还是，在白天看，他没事儿，有一点可怕，有点可怕。对，反正是这样的。这事听起来就确实挺可怕的一个事情。
对，所以而且于朦胧的死一定有官方的参与。像那个咱有现场有警察嘛，最近有爆料说这个毕波，朝阳区的公安局长，他是同性恋，而他就在现场，是害于朦胧人之一。而当晚呢，警车已经，你看9月刚开始案发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警车在前一晚去过了，但没有把人带走，也没有就是说没有去制止这个事儿，完而他就走了，不知道警车去干嘛去了，看起来像是维护秩序，因为后来有这个我看到现场拍的照片，他那个楼的1楼能够入口的地方，它是被控制的，有那个保安大爷别人去问怎么回事啊，因为鬼哭狼嚎的大喊大叫的，那人就说走，你走，就让这个围观人走。我在那个我的节目里都介绍了，他有的人就拍到了这样的景象，就是他不让你看，而且旁边就是警车在闪着光，而且楼里边也有穿着便衣的，看上去就是有任务的，不是居民，因为他慢慢的踱步，然后呢在左右的看外面的动静，他也在观察，就一看他就不是居民，是在那儿望风的，就说有这样的人在。而且一看就是便衣，他不是普通的大爷，也不是，他是便衣啊。然后呢，旁边就有警车在闪，你就是可以看到那个现场的布局，它就是一个当局控制的一个情况啊。那就说明于朦胧这案子呢，它有它的仪式在。为什么阳光上东小区也是因为风水上选择那个地方？那旁边有一条水，叫什么河呀？它那个地方按照马仙的说法，那叫虾须水。有龙须水，须子龙须水，有虾须水，他这个事儿需要取虾须水，所以那个小区的地理风水布局跟他献祭的要求是吻合的，所以在那个地方，而且不止一个地点啊，不同地点都有，所以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看吧，反正是挺那个的，好，有点吓人。行了，哎，我说太多了。再说得收费了，会员内容欢迎大家去这个大宇的频道继续追踪于朦胧的事件。今天非常未解之谜也在讲未解之谜也在讲，说一点玄学方面的。你军事也可以讲，其实我军事你可以讲他小区有枪声，通过枪声可以辨别他用的什么手枪，是吧？我是不是公安用的？听力还没那么好，对，行，今天谢谢这个大宇和扶摇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心的解读。那关于于朦胧案，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你们有什么想对于朦胧说的话呢？欢迎大家留言。于朦胧说的话，想对于朦胧说的话 ，OK 啊，寄语，对，寄语，对。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拜拜。